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这一段我们来看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啊，最近他出现在美国城堡证券参与2025年全球市场未来展望人工智慧与下一个成长前沿的这场盛会进行做对谈。那么他特别谈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呢，他就语出惊人说啊，他说美国出口管制啊，让辉达100%退出了中国。那曾经在辉达这边呢，是在中国大陆有市占95%的业务啊，恐怕未来都要归零啊。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原先95%，现在一夕之间有可能会归零，怎么办呢？那因为针对美国对中的 AI 政策呢，黄仁勋就因此呼吁啊，说要退后一步，回归第一原理，并且也指出了 AI 竞赛的关键是赢得开发者。而中国大陆呢，拥有全球大约50%的 AI 研究人员，还有包括顶尖大学、浓厚创新的氛围啊。这个7月份呢，黄仁勋在北京也曾经告诉过媒体记者，他说技术领先需要庞大的市场。他还特别讲了一句话，针对华为的，他说任何低估华为和中国制造能力的人都非常天真。所以黄仁勋是不是意有所指？美中之间其实应该走的是竞合，而不是竞争，是这样子吗 ？Russ 怎么看？黄仁勋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他一直说，美国不要管那么多了，不要限制那么多了。他说至少中国会 catch up。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非常熟悉科技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个能力，只是追上只是迟早的事情。世界跟钱的问题，但是或许不管他们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力，那或许会未来几十年还是会慢一步，不管是美国或台湾，但是都会迟早都会 catch up。那黄仁勋也是很积极，就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真的认为这些管制是没有意义，而且他也很坦白说，他觉得他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 customers 客户不是军方，所以人家说，你的晶片是中方会拿来用在军事设备、武器等等，那他一直否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不管美国或批评者、媒体、学者说什么国会议员等等，他还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立场，说，我的 customers 我都是私人企业，不是政府，不是军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黄仁勋啊，认为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当外交官的哈，可是他现在面对是两个非常强的，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他夹在两个人中间之间，你觉得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拿捏？Be everybody's friend， 对不对？很明显 ，Be everybody's friend。他的 approach， 他的 style 就是还是跟大家都保持朋友。所以今年我已经忘了他有几次去白宫跟川普见面，而且有公布什么美国大型投资案，NVIDIA 都有加入一些 data center 等等啊。那另外，川普去中东的时候，去沙烏地阿拉伯，黄仁勋也有参加。对。最近川普总统的9月份去英国的时候，黄仁勋一样有参加了，也宣布在英国打投资案子，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啊，他跟川普总统的这个 cooperation 这个配合度是非常到目前为止非常顺畅了，而且很明显，川普希望他，这个很重要。如果川普觉得我跟这个人合不来，那川普总统就不会那么多次邀请他来白宫，但是很明显，川普认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企业家，所以我们也不排除，也许 APEC 他有可能会跟着川普一起去。如果有的话，不会意外啊。好，因为我们讲到的黄仁勋，其实大家就会想到他先前的那个被他被他取代了，就是马斯克哈。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黄仁勋似乎有刻意保持跟川普之间的距离，你觉得为什么？我不会做这个类比了，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Musk 觉得我要虽然我是X 平台，我是 Tesla、SpaceX 董事长，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了帮忙我的好朋友川普，那我就愿意几乎是 full time 全职来加入这个 DOGE 这个 Doge， 对不对？所以从1月底到5月初。
他几乎都是 full time 全职，都是在白宫做这个政府的改革。那黄仁勋从来没有这样做，对不对？黄仁勋我们都知道，他忙着飞来飞去，飞去中国，飞来台湾，参加论坛，接受媒体访问。另外还要去新公司了，跟川普去中东、英国等等。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从来没有 full time 跟川普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个类比是我不认同了。OK， 其实每个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当然黄仁勋跟马斯克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黄仁勋来说，要追求企业获利，追求增加营收是他的主要目标。辉达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哈，虽然说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但是到2024年年底啊，大家算了一下哈，中国与香港合并的收入仍然达到了171亿美元，年增66%，占全球营收的13.1%。蛮多的哦。好，今年7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辉达曾经申请 H20晶片出口的许可，但是几经波折呢，中方最后是决定不买，后来还衍生出说要不要再卖这个 B30A， 当然也被卡关了啊。那中方的技术团队靠着庞大的工程师啊，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像是适配通义啊、DeepSeek 这些国产模型，要追赶辉达晶片的效能，而且要挖掘现有硬体潜力的性能。另外讲到这边，特别刚刚老师也讲到人才，聂老师也讲到说，其实华为也挖了很多辉达的优秀的工程师啊，所以中方现在看到他们领先的 AI 公司，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DeepSeek 啊，还有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啊，这些在训练大语言模型 LM 仍然是重度依赖辉达的 GPU。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大陆国产的 GPU 什么时候会取代辉达，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这个连黄仁勋都非常的关切在意。黄仁勋也坦白说，他说目前辉达所有的股东都预测，假设中国大陆的业务万一变成0的话，但是他仍然对川普的政策调整抱持希望，希望继续向美国政府解释、提供资讯，争取改变。好，争取改变，川普会接受吗？老师怎么看？毕竟以黄仁勋来说，他还是企业家，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中国做了很多的应用。那过去大家觉得可能 DeepSeek 也许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所有的下面的单位要使用 DeepSeek 来去做办公。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或坏处呢？就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训练。那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或者是跟 OpenAI 比起来的话，它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资料可以去训练出自己的一套模型。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的话，大家想说，是不是因为军工的关系，所以黄仁勋不能卖东西到中国？那其实我觉得，以军工除了军工以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智慧制造。因为你看到他来台湾很多次的发表会，他就是在一开始是秀DigiTwin 数位孪生嘛，那再是造那个智慧工厂。那到现在上一次来是秀他的机器人，就那个 Jensen Thor。对。所以你看哦，它其实是有一套的整个所有未来的我们的愿景，可以用到 AI 或者是用到他们家的产品。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虽然说子弹炮弹一响黄金万两，可是说真的，你在和平时代靠这个赚钱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大陆自己做出它自己的一套系统或 AI 的话，也许没有 NVIDIA 那么强。可是问题是我就可以去慢慢取代黄仁勋的 NVIDIA。那还有一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突破，靠什么突破？很大一部分他们是用很多的记忆体跟很多的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接下来硬碟跟记忆体的股票会大涨。其实最近已经看到 HBM 的相关的股价哈，还包括整个这个市场非常的畅旺啊。好，10月初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DeepSeek 它发布了 DeepSeek V3.2。这个 EXP 的模型啊，随后也看到了包括寒武纪还有华为、升腾这些中国大陆国产的晶片纷纷宣布适配。华为甚至还公布升腾910系列晶片的量产计划，在2026年的第一季呢就要推出升腾950PR，那么采用华为自己研发的 HBM 啊，到2028年的第4季的季度的这个时候呢会推出升腾970。好，那么现在就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 AI。它不只是一个单点啊，聂老师，我们看到是它着重在整个生态系啊，当然它也可以看到说供应链是一条非常广跟长的一个条链，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怎么看？我刚刚有讲，它整个中国的供应这个生态供应链已经非常的
不能说这么的完整，但是这基本上面面俱到了。那你不管在哪一个这技术研发，从最早从这个安徽啊3纵3横这个安徽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到甚至深圳的各个科技的这个发展，你要知道你看你从软体这个生成 AI 这个 DeepSeek， 你到这国产晶片，你不管寒武纪啊、华为、升腾，我跟你讲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想做什么东西呢？它就有可能会比一个它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出现之后会追上你。你是讲北斗卫星现在会比这 GPT 差吗？你再讲一下这个所谓的百度地图会比这个 Google Map 差吗？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刚刚有讲中国啊，现在拥有全世界研发人才50%以上，人才真的很重要。